总是鸡飞狗跳又慌慌张张，我的生活似乎缺少点希望，糊里糊涂发生什么没有准备，哎，才刚刚早晨拥抱新的阳光，哦，忙忙碌碌勤勤恳恳，给我一点勇敢与天真，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明天一早醒来又是好精神，我反反复复绕绕纷纷，可生活就是交替幸福与艰辛，我唱调高手是那9门，享受酸甜苦辣每一分。我反反复复绕绕纷纷，可生活就是交替幸福与艰辛，我唱调高手是那9门，享受酸甜苦辣每一分。奥特南你好，我是吴宇。两位郎君都叫吴宇吗？是的，那我应该如何区分呢？我是吴宇，我这个人比较高调。他是我上级，我这个人做事比较低调。哦，那我试一下。吴宇郎君你好。是我。吴宇郎君你好。是我。了然，聊问题吧。那就说说你的事情。你这个事情很好，好里有点坏。好是好在《山河经》眼下的口碑还不错。虽然口碑还不错，但是要不要继续写，还得看你自己。吴宇郎君，我想问一下，什么叫看我自己？要想刊行后面呢，就得在3日内写出新章节。3日之内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。那你就先写写序章，让我们找找感觉。找找感觉？你先回去找找感觉，看看有什么新的感觉，能让我们再感觉感觉。两位也是唐门中人？总之，3日后能不能交稿？没问题，我尽快写，你们尽快感觉。下次我们还在这个隐蔽的地方见面。隐秘的地方见面。隐秘的地方见面。你们今天抽什么风啊？在这又聚什么会呀？你猜？简娘子呢？我家娘子听说李图出事了，第一次鼓起勇气给他写信，然后成宿的等他回信，茶饭不思，昼夜不眠，终于挺不住睡着了。那让你家娘子多注意身体啊。那李图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李图啊，他惹圣人生气了，被圣人给罢免了。圣人说呀，要广招天下贤士，因此特意将科举提前了。科举还提什么？科举说提前就能提前吗？提前到什么时候了？5日之后啊。所以今天让你请我们大家吃饭，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学生哪有钱请大家吃饭呀？再说科举提前算什么好消息啊？自打我入了李宅，你们给我机会看书吗？我上官古川他说的是好消息，他就是好消息。跟你说，我上官家族跟今年科举的主考官周尚书有故交，所以呢，我特意托人给你找来了今年科举的试题题库。倾家荡产也要请大家吃饭嘛，是不是？哦呦，哎，
这题库是不是有点宽呢？赶稿还是复习，这是个问题。可以了，读书啊！要交稿了，写作。科举啊！交稿啊！读书啊！读书啊！写书！写书啊！范仲举，范仲举，我就是想请你帮我临摹几份李图的签名和诗集。你不同意，你也不用这样吧？学生还有5日就要科举了，哪有时间帮你临摹这些东西？那你陪我衣服。能临摹李图的字迹是学生的荣幸。多少分？抓紧。这个30，这个50分，这个70分。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帮你洗洗。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呢，有一些蛮重要的事情要强调一下。大家都到齐了吧？仲举在背书，郭掌柜在加班。贾玉环去找范仲举临摹李图的签名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我要强调的重点。都么时候了啊？仲举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哪个都不能再去打扰他。赶紧回去跟你娘子嘱咐一下啊！既然我们想让仲举，那么我们要想办法让仲举。那么怎样让仲举呢？你这就说到点子上了。在我们华定县有一个风俗习惯，就是每当科举的时候，会让考生穿上紫色的衣物，寓意就是阿拉指定能行的啦。这些怪力乱神能行吗？我认为非常不靠谱，还得靠我每天给他占卜一下。也不是不行，反正都试一下，万一呢？还有一个问题要强调一下，听说考试那天道路容易拥堵，导致迟到。那正好，我们没有马，也没有车，但是我们有礼呀，你会轻功噻，你背到它，背过去。我明白了，轻功送考生更容易中举。对。为什么呀？轻而易举。还有最后一点，我要强调一下哈，我们对范仲举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，要拿出实际行动来。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有范仲举在的场合，大家尽量用诗句交流。全家说的有道理，彼此不分我和你，不管考试考第几。可以啊？你这算诗句呀？哎呀，大家对诗句的理解还停留在3级半呢，没办法嘞。哎呀，算了，说人话算了。反正有题库，还是先赶稿。师傅，我来了。算不上。接下来为师教你的乃是本门绝学乾坤11剑。第1剑，超常发挥。学生不饿，多谢2位给我送饭。不饿也要吃。精选超级肥肠，加在灰色的发面荞麦馒头里，这是科举必备套餐呀！超常发挥，请享用。这种东西吃下去很难正常发挥吧？师傅，我回来了。算不上。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本门绝学第2剑开始学吧。第2剑，旗开得胜。你这又干嘛呀？学生这儿有吃的。我来给你送甜点呀。
你切一刀。哟，旗开得胜！蛋糕我就忍了，这柿子有什么意思呀？这预示着你心里想什么都能成啊！心想事成。现在刀在我手里，你再说一个谐音梗试试。谐音梗。师傅，我又回来了。犯不上，要不我们还是下次再学吧。再被打断，真的犯不上。哎呀，你和古川这造型又是什么意思啊？马到，成功。你那该死的谐音梗！站着！这么晚了，干嘛去啊？李图一直没有给我回信，他一定是处境艰难，我必须得为他做些什么。你做不了什么的。我可以，请范仲举帮我临摹几份李图的事迹和签名，帮李图安抚他在长乐的追随者。目前宅子里的头号大事是帮助范仲举考试，就算你是李图的头号追随者，也不能去打扰李宅的头号人士。好吧。犯不上向前一步，平沙落雁；犯不上向后一步，平沙落雁；犯不上回身一击，平沙落雁。就这些，平沙落雁，平沙落雁。学生写完这最后一点就开始去复习，行了吧？平沙落雁，你自己写总是差点意思。哦，还是应该找流浪先意思意思，才能写出意思。那你先看题库嘛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！天都亮了，哎呀，一个字都没看进去，哎呀，完了，又少一篇。要不先找流浪意思意思？孔雀翎高深莫测，想要掌握使用方法，有什么重点吗？孔雀翎的重点是看你有没有掌握孔雀翎。那怎样去判断你有没有掌握孔雀翎呢？有没有掌握孔雀翎，就看你用它的方法灵不灵。哦，那要怎么样去判断用它的方法灵不灵呢？用它的方法灵不灵，就看你掌握多少孔雀翎。这样，咱不说孔雀翎，你要下山了，你去找你师傅学会的武功是什么？哦，你是问我唐门绝学？对喽，唐门绝学是什么？唐门绝学，绝不下山。这样，我是说，假如你要下山了，你师傅必须教你的一门绝学是什么？哦，我才听明白，那一定是唐门最阴险狠毒的佛怒唐莲。好，那要学会佛怒唐莲有什么重点吗？要想学会佛怒唐莲的重点是，得先掌握孔雀翎。你到底要写什么呀？你不是报的文举吗？怎么还报了个双学科？以我之见啊，这个武举临时突击是没有用的。少侠，请回吧，学生要复习科举了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想学孔雀翎，记得找我。学生早就说过，想要找流浪探讨武学，就只能探讨武学，一个字都写进孔雀翎。现在上就。范仲举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一封写给李图的信怎么样？很有风格哎。什么风格？多此一举的风格。你还是不懂。你知道仅凭一人之力让科举提前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还得是李图啊。说惹圣人生气就惹圣人生气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替他安抚他在长乐的追随者，让你临摹些签名送给他们。而且我还要继续写信鼓励他，
虽然他还没有回复我，但迟早有一天我会收到他的回信的。学生可以说话了吗？你一直可以说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收到了李图的回信，怎么办？他就像夏日微凉的清风，像冬日的一束暖阳，自我梦境漂浮，让我乐此不疲。追逐这道光，翻山又越岭，只为奔赴一场盛世浩大的陪伴。能说点学生听得懂的话吗？李图不以功名显露，以布衣之身藐视权贵。他的每一次被贬，每一次流放，都是他和世界的一次对抗。从他的文字里，我认识到了一个桀骜不羁、自由飘逸的灵魂。他带给我的力量是任何人都给不了的。他风光时我不曾叨扰他，他失意时我要站出来。总有一天他会听到我的声音，会知道我一直在他身旁不远，不离不弃。要是我身边也有这样一个默默支持我、鼓励我的人，就算死也不足为惧了。我就在你身旁不远，默默为你研墨，弟弟。范仲举，快点！刘拉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吹么子叶子了？哦，你先写，等你写好了，我来取。你们今天不用关心范仲举吗？在这看着我。玉环啊，我说两句哈。我呢，完全能理解你对李头的心，但是喜欢是放肆，爱是克制。既然你这么爱李头，你祸害范仲举怎么事嘞？祸害他什么了呀？耽误他考试了噻。是吗？我没有吧？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噻。你说你现在这么上头，万一被别个骗钱了难办？骗钱都是身外之物，欺骗感情麻烦就大了。对，把这个拿着，去祸害范仲，不是，把这个给范仲举啊。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个？玉环呀，对一个武将来说叫得胜归来，但是对一个文人来说呀，叫得胜归来和衣锦还乡和助他高中。寓意是蛮好的，非要我去送吗？当然了，再怎么说人家也帮那么大忙啊，而且玉环送玉环，一环扣一环，没毛病。吴宇郎君，吴宇郎君，你们好。你这篇稿子我们已经看过了，这篇稿子有点好，好里又有点坏。好是好在你交稿子很快，写出了江湖恩怨。坏就坏在只有江湖恩怨。什么意思？差点意思。具体差点什么意思呢？你缺少一点感受层面的感受。哎，行了，你回去自己好好感受感受，看看能不能想出什么新感受，让我们感受感受。哦，我懂了，二位确实是唐门中人。不过可否再宽限几日，让我再好好修改一下。呀，玉环你怎么了？李图还是没有给我回信。毕竟是李图嘛，你再等等。要不我再帮你临摹点李图的字迹？啊，不必了，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这个给你。之前让你帮我临摹签名，耽误了你那么长时间。这个玉环说谢谢你。
那个玉环祝你早日高中，衣锦还乡。衣锦还乡。哎呀，总之玉环你收好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哎，这本试题怎么有点不一样？《山河经》，这是什么？虽然我让你帮我临摹签名，也耽误了你一些时间，但是大家都在帮你创造复习的环境。全家和古川每天都在琢磨你的饮食，任叔成天拿着他的牌算来算去，想要帮你。流浪现在什么都不干，把院子都封起来了，连只鸟都飞不进来。但是你却在浪费时间写小说，难道写小说比考公民还重要吗？你要是不想考，谁都帮不了你。不是不考，是时候不巧。《山河经》我已经写了很久了，我答应了书商，我可以按时交稿，之后才知道科举提前了。那你交了吗？交了。既然都交了，那你就安心复习呀。可交上去的那一版说是感受不好，被退稿了。我知道科举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寒窗苦读18载也是为此。但是《山河经》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，这是我的梦想，两个我都没法割舍。不过古川已经给我搞来了题库，两边我都不会耽误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？是考取功名，还是写小说？好像考取功名是每个读书人都注定要做的事儿。我阿爷给我取名中举也是为此。但你要问我自己真正想做什么，我确实是没有想过。算了，想不通就暂时不要想了。总之你不要辜负大家的好意。看在你帮我临摹签名的份上，我先帮你保守这个秘密。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你帮我看一看，书上说我只描写出了江湖恩怨，还差点什么？描写江湖必写儿女情长，由爱生恨，为情复仇，让男主角在江湖风云和情感漩涡中拉拉扯扯，反反复复，纠纠缠缠，犹犹豫豫，这样故事才曲折，人物才立体，情节才丰富，书稿才好卖，懂否？哦，我消化一下。我也消化消化。我刚才抓鸟的时候抓到一只信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信鸽腿上绑的应该是信吧？谁的信你就给谁送去啊？哦，李图你认识吗？这是李图第一次给我回信，还真能收到信了，不会是假的吧？李图的字迹，我怎么可能认错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是有可能。我劝你还是小心一点。全家，这是要炖什么？啊，鸽子汤，不晓得是谁买的，打算给仲举补补脑。等一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玉环的性格吧？性格。我来救你了！你救谁呀？救鸽子！二位老师别看了，再给我几天时间进行修改。你这篇稿子有点坏，坏里面还有点好。坏就坏在没写完，但是好是好在改得好。江湖恩怨里的恩怨分明，儿女情长里的情长纸短，那过了，过了，但是过了啊，你缺少一些内心的气动，缺少一些患得患失，你缺少一些极限的推拉，明白了？你明白了？他明白了。
这就是吴语和吴语所说的内心悸动，患得患失吗？真是天助我也，天赐的灵感呀！我真的没有被骗，他就是李图，我写的信他都看到了，还让我别担心他们。看吧，投入感情了，走火入魔了，下一步就是被骗情了。他的字迹我认识。哎，情人眼里出李图，他被骗钱没点数。好诗，好诗。里面还有一首李图写的新诗，诗里头写的什么呀？你我本非同林鸟，别酒情书莫自扰。单似瓢饮光阴度，心无旁骛装声响。什么意思啊？很一般呢，还不如翻转句。你们两个没文化的懂什么？这是首藏头诗，它的意思是你别担心。我懂了，没招他上头啦。完了完了，贾玉环彻底让李图给骗了。我早就说过，走火入魔了，投入感情了，骗完感情就该骗钱了。不会吧？李图的字迹玉环会不认识吗？他连你写的签名他都分不清。我忙着考试呢，我可没有空模仿李图的字迹给他回信。我又没说你，你急什么呀？谁急了？我急了吗？我急了也是替玉环心急啊。行了，你俩别说废话了，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帮助贾玉环吧。学生以为不如我们顺水推舟，让他如愿以偿。与其被别人骗，不如我们亲自动手，日后再好言相劝。哦，那你来模仿李图。我行吗？我。你的信，我早就说过，李图一定会给你回信的。你什么时候说过的？我早就说过。可是我的回信还没写呢，他的第二封信怎么就已经寄来了呢？哎，你看，我就说你遇到假李图了吧？不可能回信那么快。我最后再强调一遍，我不可能认错李图。鸽子已经养好了，以后你给李图回信就会更加方便的。谢谢啊。学生早就说过，区区小事和都。我怎么觉得流浪今天好像有点怪怪的？怪可爱的，是他的说话方式好像怪熟悉的。学生以为没有吧？把秘籍交出来！你终于拿到秘籍了，子嫣，可我还是不开心。为什么呢？范部上不是已经拿到秘籍了吗？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这一章是写完了，但是我心里还没有结束。这一章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尾不好吗？够甜，够虐，够撕扯。这可能是大家想要的结局，却不是我想要的结局。可我想要的结局它卖不出去，那你就是怂了。学生怎么就是怂了？因为你没有从心。从心不就是怂吗？我们西域常说一切从心，不能怂。那万一过不了呢？你这么多年科举都不过，书稿不过又算什么呢？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觉得贾子嫣爱的不只是大英雄，范部上就不是大英雄，但是贾子嫣还是爱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范部上一直在做自己。对，范部上有的大英雄不一定有。范部上除了想拿秘籍，他还想要什么？梦想。红颜知己。
三五生死好友，再来一条好狗。虽然是条狗，也是武林高手。漫漫江湖路，携手一起走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睡了。犯不上。啊？谁说英雄一定要站在光里？中举一定要中举啊！各位考生注意了，还有半个时辰。中举，今年考不上，明年再考就好了。捕捉，以后更努力就好了。2试不中就3试，3试不中就4试，考到7老8十总能中的。就是啊，多考考呗，多考几次不就中了吗？接着考，接着考。我一直重复做着看似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写着别人认为正确的标准答案，这样。真的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吗？犯不上。谁说英雄一定要站在光里？紫嫣，就让过去的失败停留在过去吧，那和现在的你、未来的你都没有关系。可，真的可以没有关系吗？你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想好了吗？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了。这位考生注意了，还有不到半个时辰。活在长乐，那我要重新活一次。秘籍是假的，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。哪个说的？他还有我们。饭部上除了想拿秘籍，他还想要什么？梦想。红颜知己。三五生死好友。再来一条好狗。虽然是条狗，也是武林高手。狗头。漫漫江湖路，携手一起走。
好嘞。拿了一个绿箱子，气得自我的。马到，成功。来，我站在边上，谁想约会，小暧昧，盼望成双对。有缘人会是谁？我敞开心扉。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背，生活有太多不胜心从不逃避颓废，风风火火面对，败了再拼一回，压力焦虑太大，难免有一些迷惑行为，给我个勇敢自由追求恋爱的机会，累卷若太累那就歇歇，别害怕掉队，不摆烂不虚伪，命运自己支配，决定了就不会后悔，再多挑战多奉陪。梦想从来都不能作废，把迷茫的心情都当作成长。